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分享 AI 视频的制作相关。之前说本来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视频到视频，但是后来欧阳考虑了一下，中间还缺少一个环节，那么就是 image to video， 图片升视频，这还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正好呢，这个 SVD 的新的模型也发布了啊，就是之前 Stable Diffusion 官方发布的 image to video 的这么一个模型，现在已经更新到 1.1 了。欧阳也是刚刚拿到啊，试验了一下，还凑合吧，也不能说特别的好。同时呢，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AnimateDiff 啊，之前我们说也有两种这个 ControlNet 控制方式嘛，但是这个 ControlNet 的控制，也就是模型的调度呢，和我们通常的模型调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用稍微特殊一点点的流程来完成，当然也是 Image to Video。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这两个相关方向啊。那么第一个呢，官方运动模型，翻译来看一下啊，它现在这个模型呢有一点点缺陷啊，下面也说了啊，对于生成人物的面部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以及这个文本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但是呢，它现在对这个镜头的运镜啊，平面的或者是广角的一个视线呢，它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演示的素材呢风景居多，对吧？那这个汉堡包呢也相对的单一。首先这个模型呢，我们下载是需要一个测试身份的，那欧阳已经是拿到这样一个模型了，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来到 Config UI 啊，在这里呢，我们来搭建一下它的这个流程，其实很简单。我们呢用最精简的方式来搭建，先来一个采样器，这个采样器我们还是用这个效率节点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就需要调用它的一个处理核心，和我们 ControlNet 其实是一样的。那它的处理核心在条件里面，视频模型这里有一个 SVD， 之后呢，我们自然加载一下它的模型啊，一样新建一个节点，我们找到这个 Loader 啊，就加载器，这里自然有个视频模型，对吧 ？Checkpoint 加载器啊是仅图像。那这时候呢，我们选择到这个 SVD 的 1.1 模型之后呢，我们这里把它连一下就差不多了啊。首先呢，这边我们 Clip 有了，然后 VAE 给到它，也给到我们的采样器，然后这边出来正面条件、负面条件，然后和模型一样输入过来。后面呢有一个图像啊，我们再来一个 Loader 一个图像。OK， 那么这样其实它的工作流就完成了。那在最后呢，我们直接用我们的视频助手合成它的图像，合并视频就可以了。这就是最精简的它的工作流。当然了，当中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就是这个地方啊，模型这边还不能直接过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加一个采样，采样里面呢有个视频模型啊，用这个线性的 CFG 引导。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理解就是我们设置一个最小的 CFG， 比如说现在是1哈，那么我们这个初始的 CFG 值啊，就会在它的步数迭代过程中一步一步线性的减小减弱，最后呢减到1。因为视频生成嘛，更多的还是看我们的这个模型给予的控制权，而不是提示词。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任何提示词，我们是要靠画面来控制的。我们可以想象它肯定有一个 clip version， 就是把我们的图像再编码成 clip， 然后这边呢正向和负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 CFG 引导呢，就让它的提示词，也就是 clip 这边的影响慢慢减弱，减到最小值。这边的 CFG 呢，官方建议应该是在3以内啊，不能太高。步数呢，默认我们就20步。下面采样呢，我们又用个 Euler-A 的。然后这个处理核心这个模块呢，其实也是简单的参数，比如说帧数啊，因为这个模型呢，它最大是25帧，但是我们设置呢是24帧，因为我们帧率要让它8帧1秒钟，对不对？上面这个动态空间的一个 ID 呢，其实就是一个它的随机运动值。那在下面这个增强呢，自然不用多说，就是它的镜头运动的这个强弱，它的动态强弱。那最后呢，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图像进去了，我们这个图像要有个分辨率，对不对？这里我们上传一张图像，比如说一个人物的，但是这个模型其实对人物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先来试一个人物的，可以看到它的画幅占比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们就直接按我们之前的流程把它放大一下，再裁剪一下。OK， 最终我们裁剪出来这个尺寸，画面它的人物要比背景多一些的。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图像传过去，但是传过去我们同样我们要给到它宽度高度，对吧？这边呢，我们先把图像传过去，那么这个宽度高度呢，可以看到这两个啊，我们直接把它提升一下。图像的宽高呢，我们直接来获取一下，就是用我们之前的 ControlNet 预处理器有个图像分辨率，这个节点能获取到图像的宽高，同样我们宽度高度连过来，基本上我们就完活了。最后呢，我们直接来渲染一下这个人物的效果，看看是什么样。OK， 那么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像，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横移的运镜，并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效果，对吧？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面部是损失的比较多的。那如果要是再近一点，像是一个肖像的话，就半身像的话，它的人物的头
头发和眼睛可能会动，但是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试一个这一个叫什么风景的，这个呢就不需要缩放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像传给这边就可以，因为这个图像本身就不大啊，我是稍微给它裁剪了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再生成一下，让它先生成的去。OK， 这边生成好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风景来说呢，它的这个运动效果还不错的，而且它透视关系也是不错的。最终来说呢，在欧阳试验了这个 1.1 的 SVD 模型以后，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生成一些风景啊，就是宏观的广角的一些空镜，而且这个效果呢，感觉要比之前 1.0 的强不少。那这就是最终的总结啊。那当然这不是最终的一个生成的流程，对于视频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对不对？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2次的 latent 放大进行视频的后期处理，就我们之前那套啊，什么补帧啊，什么锐化啊等等啊，那最终呢才能出来一个不错的一个空镜效果。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套流程。那这套流程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那当然了，这边呢可以看到也是前2天刚搞的这么一个插件，专门管理我们这一套流程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套流程里出了哪些图，同时呢它管理工作流也是很方便啊。当我们切换工作流的时候，可以通过这边很快的切换，也可以通过右边这个 Models 来查看我们现在已经安装的各种各样的模型。欧阳也推荐给大家，这个插件的名称叫什么来着？既然都说到这了，我们就来打开管理器，左上角我们来选择已安装 Workspace Manager， 对，就是工作流管理器。那说完这个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 AnimateDiff 的，应该叫什么呢？这种方式叫 Space Control， 翻译过来也叫稀疏控制，反正听着挺别扭的。但是这个 Sparse Control 呢，它的用法比较多啊，不像我们这个 SVD， 就是给它一张图，它就自己算去吧，不一定能算成什么样，对吧？那这个 Space Control 呢，它有很多的用法。首先呢，可以给它图像让它算这个运动。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可以插帧，比如说我们有2张图像，它就会自动计算2张图像之间的距离，或者是这样一个运动轨迹。那除了这个呢，就是再细致一点的插帧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一系列的序列帧，比如说8帧啊，然后呢让它插成24帧，那这个和补帧就有点像了，对不对？但是呢，它要比补帧高级，因为它是用 SD 的算法重新生成。下面呢其实也大差不差，那最后面呢就是这个草稿了，就是这里面的第2个编码器 Scribble 的这么一个草稿编码器。其实这2个差不多，只是说针对于我们实用场景不一样。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 ComfyUI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流程啊。首先呢，这个工作流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么一个工作流，前面这边是负责什么生成动画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呢，动画的2次 Refiner 阶段，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动画的补帧和细化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这个 Sparse Control 呢，肯定还是要加一个 Control Net， 对不对？那么这个 Control Net 加哪里呢？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要加到我们这个第1次渲染之前，然后插在这个中间，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提示词呢，调度器它就不用了啊，这个关键帧我们也不需要打了，然后我们直接复制一个高级的 Control Net 给它打开。但是后面呢，我们要加载的图像和模型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我们来加载这个 Control Net 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不是下面这些高级加载器，而在后面我们新建节点找到这个高级的 Control Net，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Sparse Control 这样一个选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Sparse Control 的加载器，所以这里呢我们来下面选择这个 RGB 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选项，就后面这有个 Sparse 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这张图它的参考位置，比如说索引或者是扩散啊，这里一样，我们找到高级，然后这边的 Sparse Control 下面有2个方法，这2个方法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这张图像它所处在的位置。扩散我们点击选项可以看到不变、起始、结束和中心，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提供给它的这张图是在起始开始变化，还是说刚开始是变化的，到后面最后结束再落在我们这张图上，又或者这张图是在中间的前面推演和后面推演，这么几种方式。所以说就是确定我们这张图在这一段动画当中的位置。那么这个序列呢，就是我们定帧，比如说我们有16帧，那我把它定到第10帧，它相对就是靠后的，那么前面和后面都是这个动画推演出来的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个简单的分散方法，用这个来定位就可以。那么接下来就是图像了，对吧？这边的图像呢，但凡涉及到 Control Net 是不是都要有一个预处理器？那么这个预处理器呢，一样是在这个地方来找啊。这个选项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预处理 Sparse Control 的预处理器，然后这个预处理器有点不一样，有点特殊，就是它要对我们原始的图像
上进行多重的处理，它不仅要图像，要 VAE， 还有一个 latent。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把图像就可以传输给它，然后 VAE 呢，我们可以从模型这边直接拖出来一个 VAE 下来接过来，最后有个 latent 一样啊，我们从这边出来一个 latent，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的预处理就完成了。图像的宽高比呢，也可以直接输入给上面的这个 latent。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把高度和宽度提升了，同时呢，用了一个获取这个图像分辨率的节点，然后我们直接再把图像传给它，分辨率就是这样统一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ControlNet 给它插入进来，全部搞过来，正面和负面也对接过来。这个呢，它其实更考验我们对整个逻辑的一个认知。首先是它这个模型的权重控制，有一个动态强度和缩放啊，整体就是它的运动强度。上面呢，我们还有 ControlNet 的一个控制强度。第三个呢，是对于我们这个 AnimateDiff 的这边，首先是它有个 Aptor 的一个强度，上面呢它有个模型的运动缩放强度。要用这种 ControlNet 的方式呢，我们一定要用 V3 的模型。所以说通过这4个强度，我们来直接调整出来的动画。那现在呢，我们来生成16帧的动画啊，这边是16帧，直接来生成一下。OK， 生成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动态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们已经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了。如果我们想让它变化大一点呢，其实它是很容易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比如说这时候我们稍微把这个Aptor 呢给降下来，降到 0.6， 强度呢给它打到1，然后上面的强度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 1.1。现在呢我们感觉这个观感还是可以的，我们再让它生成，这样的话呢变化会更多，但是呢变化太多的话就会超出我们预期。图像来拖出来一个预览，我们来看一下图像帧的一个分布情况。我们先说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扩散方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第一帧是沿用了我们这个原始帧的，如果我们之后呢把它改成在中间，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在中间这种方法，如果我们这个原图和它模型出来的图不一样的话，中间就突然会跳到我们的原图，后面又会跳回去，所以说它存在这个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我们本身模型出的图，那选择中间的话，它应该前后会衔接的比较顺畅。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当我们调整了一下它的动态以后，你会看到动态会发生很多不规律甚至是不可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就说到它的控制呢是有一些逻辑的，这个逻辑呢还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复杂，就当你运用了以后呢，你才会发现在这个逻辑上呢，我们需要去捋顺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 ControlNet 我们是插入进来的这个组件，对不对？那么这个组件呢，它涉及到的是 Clip 层，那么这个 Clip 层它跟什么相关？是跟我们前头的这个提示词相关。但是呢，我们这个 ControlNet 它又涉及到了一个图像的介入，也就是说 ControlNet 是用这个图像来控制动画，但是我们之前呢却又用了我们的提示词来控制动画。描述这里我简单的写了人物和环境，所以这个管道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先有提示词进去以后呢，再结合它的图像和它的算法，最终呢出的这样一个 clip 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如果我们这边控制的太弱，或者是我们这个强度太低，又或者是下面这个它的动态强度太低的话就会慢慢的偏向我们这边的提示词的内容。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这边控制比较弱的时候，但是呢 AnimateDiff 这边还给到了动态的时候，那我们原本的图像其实会越来越变到像我们的模型和提示词的内容，而不会像我们这边输出的内容。如果我们这边控制的比较死的话，然后动态也没有这么大的话，它会介于模型提示词和我们这个 ControlNet 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各方面的参数我们要形成平衡，它的动画才是可控的，而不是像这样啊，就是突然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变化，或者从一个人变向另一个人。这是第一点，它的控制方面。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预览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边刚才选的是一个中间，来对比一下我们这张图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中间帧。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让它控得更死一点。怎么来控呢？预处理图像，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信息，在这一步骤呢，我们不仅仅可以把图像传给它， latent 呢也不要给它空的，而是把这个 latent 呢用图像编进去，拖出来一个 VAE 的编码，编好码以后我们再拖进去。这样的话呢是把我们这个图像给进去了，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有批次的，所以说你现在给进去的话，只有第一帧是我们这个图像，之后呢它还是空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需要复制一下 latent 又或者是图像，给它多批次，这就涉及到我们图像的批次和序列了。就好比我们这边出来的是批次和序列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边我让它生成的 latent 或者是图像是按照我这个帧数生成的，我要生成16帧，我就给它16帧相同的 latent 或者是图像再编成 latent， 然后呢依据这16帧再出这个东西，那它每一帧就都会
会有这个图像控制，而不是只有第一帧有图像，后面没有，让它自己去发挥想象。它发挥想象就很可能天马行空，牛头不对马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用 latent 吧。那 latent 呢，我们直接出来找到这个 latent 当中有一个批处理，这里有个复制 latent 的批次，也就是复制多少张而已。比如现在我们生成的是16张，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提升为变量，然后把我们的帧率直接给到这个次数啊，就让它复制16次，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再把它给到 latent 以后，我们现在再来重新生成，那这样我们最终就能生成一个稍微平衡一点的画面，人物呢不走样，而且呢周围的动态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这里也跟我们这个提示词有关啊，可能给了一些相应的提示词，比如说雨或者是雷啊，所以说这里呢它就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效果。那这就是我们单张图生成动画的一个调节的方式吧。反正这个调节呢是需要我们分清楚啊，到底是哪个参数所影响的。之后呢，我们来说它的第二种用法，就是2张图片生成动画。我们用一张起始的图像和结束的图像，最终呢来生成这2张图像当中的一个过渡动画。所以说这2个图像可以看一下，从侧面慢慢过渡到正面。当然了，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啊，从正面过渡到侧面，这个完全看我们安排的顺序。那这里呢，我们从侧面过渡到正面，那么接入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首先呢，我们来不要这个 latent 的，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我们输入给预处理图像的话，不可能2个图像同时输入给它，那怎么办呢？我们这里用个合并节点，拖出来找到新建图像，在图像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组合批次，这样的话呢，第1张和第2张我们可以拼成一个批次，也就是这边相当于是图像批次啊，拼2张，就这个意思。第1张和第2张的顺序一定要弄清楚啊，第1张就是我们第1帧，第2张呢就是我们最后1帧。那潜在空间呢，我们先给它一个空的，我们来对比一下效果啊。OK， 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生成，而且呢，我也没有调整提示词，所以你会看到，在它运算的过程当中会介入一些提示词的内容。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控制的比较弱的话，它会更像提示词，也就是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更像女海盗。我们要改一下提示词，同时呢，我们把这个 latent 接入一下。那对于 latent 接入这块，我们要怎么接？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复制批次的，不是说只给1帧或者是2帧，这要计算我们的过渡时长。那第1张图像我们给8帧，后面呢我们也给8帧。那这个复制批次我们可以先复制图像的，然后编码进去，也可以编码完以后再复制 latent 啊。这2个呢和我们刚才是一样的，只不过最后在输入到 latent 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它同样和图像一样组一个 batch， 给它整成一个图像序列和批次。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 latent 这里进行一个复制以后，最后再组一下批次，一样找到我们这个 latent， 然后在批处理这里我们找到复制 latent 的批次。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让它除以2了，就是8，对吧？上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同样把这个节点来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批次给它组一下，一样把 latent 拖出来，然后找到 latent 里面预处理，这里有个组合批次，1和2组合到一起。OK， 这边上去，然后图像呢是图像批次 ，latent 呢是 latent 的批次。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生成一下。这里又忘了啊，这个 VAE 呢，我们总是忘啊，我总是忘，不是大家忘啊，是我忘啊。这个地方我们对接给它。OK，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进去的批次是什么样。进去的批次是前面8帧是这个图像，后面8帧是这个图像，所以说它2张图像呢有很明显的对比的，也就是说从第9帧和第8帧之间，它是有个很明显的变化，所以这种情况呢，会让这边的图像发生一个转变，就是从第9帧到第18帧，它的转变比较明显，而前面和后面它的转变是比较慢的。这么传批次，就是传这个 latent， 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做这个2张图片过渡的时候，可以不输入这个 latent， 它相对要更好控制。而输入了 latent 以后呢，我们就需要控制它的2张图片当中的过渡的这个地方了。这里可以看到人物有很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图像并不是模型生成的啊，这个图像是我从素材里截取的，所以说它只会参照素材，但是它生成不出来和我们这个素材一模一样的图片啊，这个模型生成不出来。过渡呢，它只能参考，而没有办法还原啊，这也是这个 Sparse Contour 它最重要的一点。包括之前我们用那个女海盗啊，因为这个图像是我从模型里生成的，所以看不出来它特别明显的过渡。如果用这个模型这套提示词生成这个图像，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女性，而不是说我们输入进去的这个图片。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Sparse Contour 的一个大概的理解吧啊。之后呢，可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多调一下这个参数，自己才能明白。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2个图片生
视频的2种方式啊。这种方式虽然稍微复杂一点嘛，在调参上，但是它能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图像要在这套流程里生成。所以对于这套流程之前呢，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生成流程啊，这个流程大家可以自己去构建了，对不对？那后面这套流程呢，也就是现成的啊，我们之前学的。那这2种方式呢各有不同吧，应用场景也各有不同，但是对于这个人物和动物特别大开大合的动作啊，这个图片转视频还是完成不了啊，还是得靠我们的什么 video to video， 对吧？那这个呢，欧阳已经开始准备了，但是因为考虑和处理的东西比较多，可能要延后一段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了。好了，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那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下啦。如果对 ComfyUI 感兴趣的话，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吧。那我们下期再见。